完了，我砸死了一匹狼！智障系统，我一定要弄死你！他本是29世纪超自然特勤组的一员，这次接受组织任务，回到原始森林采集动物信息，抵住生态毁坏的29世纪恢复生态链。谁知系统故障，在他还没准备好降落时，就把他空投到了这个地方。龙兄啊，你可不能死啊！好美的雌性！他从没见过这么美的雌性，他是兽神派来的吗？哇，好大一只雪鸮！你是我的啦，小雪鸮。他喜欢我，雌性喜欢我，还有这种好事儿，真是兽神眷顾啊！不要动，等我采集完信息，我就放了你。他说完，雪鸮果然乖乖不动了。系统，你死了！叶洛星唤不出系统，右手伸向雪鸮脖颈的圆环，打算手动采集。谁知忽然间，身下的雪鸮一个翻身，将他压倒在地。叶洛星感觉到强大的压迫力，瞬间从空间里掏出了麻醉枪。他刚将枪口对准这只巨大的雪鸮，就看见了恐怖的一幕。只见面前巨大的雪鸮刹那化作人形，一个赤裸胸膛的美男子倒映在了叶洛星的黑瞳中。我们协旅吧，雌性。一道枪声响起，叶洛星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我靠，妖精！我去你个智障系统，你将脑子传到什么鬼地方了？雌性，你要去哪儿？森林很危险。你放开我！雌性，你是兽神派来的吗？我是你大爷！雌性，你好软啊，我喜欢你，我要照顾你一辈子。滚开！小雌性，你回到我雄性的象征，我们怎么生子啊？叶洛星浑身汗毛倒竖，快速爬起后，掏出一把 M747长枪对准他的脑袋，防备的冷声质问道：“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叫峰哥，是附近雪鸮部落的七阶雄兽人，是整个部落最强的勇士。雌性，你呢？雄兽人？你叫什么？哪个部落的？这到底是哪里？这里是秋山森林，隔着风暴草原，就是我们雪鸮部落居住的山脉。雌性，你不是北爹的族群吧？雌性，你竟然没有其他伴侣？太好了，我将是你唯一的雄性。你痛不痛？啊？见小雌性忽然问出这样一句话，峰哥不解地随着他的视线朝自己胸口望去，在发现那只麻醉针后，小雌性，你是在关心我吗？我不痛，我是七阶雄兽，这些小伤伤不了我的。叶洛星看着他野蛮的动作和胸口不停流下的血，还有那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愈合的伤口，整个人都傻了。你过来。叶洛星神色冷漠，动作却极具诱惑力。峰哥见他主动让他靠近，心中躁动不已，2步就来到他的面前，声音酥哑：“雌性，抱我。”雌性，那我们现在就结。他一句话还没说完，背后传来刺痛。叶洛星手中多了3根麻醉针，直直地注入了他的体内。他还不信了，这剂量搞晕一头恐龙都够了，还搞不晕他？不过叶洛星很快就表情呆滞了。他看见峰哥疑惑地与他拉开几厘米的距离，双手搂着他的腰，低头眼中不解地问道：“雌性，你为什么老是抓我？”我你要是喜欢抓我，你随便抓就是了，反正我是你的。只是我怕我皮肤太硬，伤了你的手。我操！你没有不舒服吗？是挺不舒服的，我想。听着他沙哑的声音，感受到下方的变化，一股寒意从叶洛星脚底直窜头顶。他立马用力推开他道：“好了，你闭嘴，别说了，你放开！”小雌性，你别乱动，我不会伤害你的。我信你个鬼！你的身体快要把老子给烫化了！啊！雌性，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峰哥的心中内疚极了。喂，你干嘛？你别动我衣服！峰哥见叶洛星不配合，他关心则乱，顾不得太多，上前一把抱起他，温柔的又哄道：“好，我不动你，但是你要先跟我回部落看巫医啊。”我不去。如果你再乱动，我就扯你兽皮了。这句话果然有用，叶洛星见他的爪子伸向他的衣领，立马安静不动了。这麻醉剂的效果有点慢呀。再见了，漂亮的妖精。要是平常，叶洛星或许不会对美人这般无情的，但现在身处未知的意识，
对面的还是拥有异能的兽人，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叶洛星拿着长枪快速离开此地，他很是灵活地在森林中穿梭。天空中太阳高悬，暖暖的阳光洒落下来。叶洛星在脑海中冷漠地呼唤系统：月上，我知道你还在，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不然我就抹消你的记忆，让你真的消失。系统月上听到叶洛星冷声的警告，终于活了过来。系统突发故障，时光机损坏，现进行修复中，修复进度1%，目前投放大陆未知，与兽人世界匹配程度90%，已经进行语言融合，融合进度40%，其余有关资料已经整理完毕，可随时查看。我的异能为什么不能用了？因异世界灵力过于浓厚，您的身体难以承受。若强行使用异能，您可能面对2种结果：一，您爆体而亡；二，您强大的异能会毁了这个世界。因此，月上暂时封闭了您的异能。我的身体适应这里的灵力需要多久？时光机什么时候能够修复好？滴滴，能量已不足，系统自动进入休眠中。你最好快点恢复能量，忽然听到后方传来野兽的吼声，一道疾风朝他的背影扑来。他回首望去，只见是一头比动物图鉴上大2倍的灰熊，正狂躁贪婪地望着他。叶洛星立即扣动扳机，他击毙了这只灰熊。他并不小，但他必须先保证自己活着。看体型，他应该不是兽人。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了，他必须要先找一个地方给自己包扎一下。峰哥这个家伙，教训那些臭狼兽需要这么久吗？哎呀，这春季到了，最近出没的族群增多，估计峰哥跟他们争夺起来了。真是倒霉透了。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味道？什么味道？是血的味道，还有雌性的味道。小四小，你别跑了，我不是岩兽和异兽，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刚刚不见了，我好担心。你一个人在森林太危险，你跟我回去吧，我会保护你的。你醒的也太快了吧！四小，你……峰哥，这是怎么回事？你认识这个雌性吗？这小雌性哪里来的？我怎么没有见过？他是哪个族群的？他是我在森林里捡到的，我们会成为伴侣，你们不许打他的主意。捡到的？太好了，我们部落又多了个雌性。峰哥，虽然你是最强者，但雌性的伴侣不是你说了算的。我说过我不会跟你回去的。他怎么长得这么丑？莱特等熊兽人的眉头同样拧作一团，先前的热情与兴奋仿佛被冰川浇灭。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丑的雌性兽人。峰哥，这个雌性到底是……叶洛星清晰捕捉到了他们眼中的失望，他早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对劲了。抬起双手一看，果然发现又肿又黑。他的视线扫过刚刚跌倒的地面，发现那里有一株紫黑色的草已经被他压扁了，雪地上留下一滩怪异的液体，看来他是中毒了。慈祥，你现在不仅受了伤，还中了毒，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你会死掉的。我知道巫医那里有解药。你可真是执着。春日森林中不仅有岩兽和异兽，虫族和巨兽也会常常出没。如果你被抓住，他们会吃掉你，或者强行与你结旅，不会遵从你的意愿。雌性，峰哥说的对，你得跟我们走。从短暂的接触中，叶洛星察觉到雌性在这里地位似乎不寻常，而现在如果他不跟他们走的话，峰哥极有可能会强行带走他。好吧，我们现在就回部落。慈祥，你做好了。他将叶洛星放到背上，同时迅速变成一只巨大的雪橇，冲上了万丈高空。峰哥带他穿梭在森林上方，他看见林中巨大的兔子和猞猁，甚至还见到一头拥有恐龙体型的超大驯鹿在林中散步。快围攻那只巨兽！快围攻那只巨兽！它够我们部落吃许久了。原来那就是峰哥口中的巨兽，从平原俯冲而去。就在他快要撞上地面时，叶洛星清晰地看见他从地面下方抓出2只硕大的驴鼠，然后又斜直地冲向天空。整个过程不过3秒，叶洛星都惊呆了。你这真厉害！小慈祥，你喜欢吃什么告诉我，
等巫医给你治好了伤，我就给你去补。峰哥用兽语说了一大串，翻译到叶洛星耳中就是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叶洛星当即就懵了，他在说什么东西啊？能量已恢复，系统重新启动，与兽氏语言融合进度40%，已达极点，停止融合。你总算是醒了，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兽氏族群过多，剩下的50%兽语难以融合，只能融合兽人的语言，保证你能听懂兽人的话，同时兽人能听懂你的话，并且因兽氏未知物种太多，剩下10%的兽人语也难以翻译，需要你自行探索。我探索个鬼啊！你时光机修复怎么样了？我们什么时候能走？叶洛星可没想在这个鬼地方长待，他还带着任务呢。抱歉，叶队，我们暂时回不去了。叶洛星脸色唰的就变了，抓着峰哥羽毛的力道都不由得加重。他身下的峰哥不由担忧，慌张的开口道：小慈祥，你很痛吗？时光机修复进度1%，已难以自动修复，现在只能收集动物信息，收集任务完成即可修复时光机返程。月上祝叶队此次任务顺利。你个狗血！能量已不足，自动进入休眠中。小慈祥，我们到家了。看着峰哥带着他朝高处的一个山洞飞去，叶洛星这才意识到这里就是他们的部落。慈祥，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去找巫医。叶洛星轻应，看着前方袒露胸膛的男人，刻意的抬上了视线。见峰哥很快的消失在了洞中，叶洛星才环顾起四周环境来，可真是干净啊！就这原始程度啊，他敢肯定，他们连使用工具都不会啊！他如果在这里长久的生活下去，不得发疯了呀！慈祥，巫医被族人护送到远处采药了，我拿了解毒的药过来。来，峰哥刚走近，就看见叶洛星撩起兽皮在给自己擦什么东西。他看见他身上那纵横交错的伤口，眼中的悲伤似乎要溢出来，担忧内疚极了。他走上前，蹲在他身旁道：慈祥，你竟然伤得这么严重，都怪我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我自己弄的。他看着他手中兽皮里头的几株草药，眼前一亮，见血清，你们这里竟然有这个？看来你说能解毒的草药还挺靠谱的。慈祥，你竟然认识草药？我叫叶洛星，你别一口一个雌性了。好的，那我以后就叫你洛星。你可以帮我上药吗？后背我够不着。你可以帮我上药吗？后背我够不着。当然可以啊，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啊。叶洛星将自己的药拿起，用我的水状的清洗伤口，其他的擦在伤口上。啊，这是什么？叶洛星回头正要接他的话，却不小心触及他因坐姿呈现的不雅观景象。你把兽皮穿好。嘿嘿，你是我喜欢的慈祥，我整个人都是你的，只要是你，别说看了，随便摸都可以。我们刚认识，怎么就你是我的了？可是你说你喜欢我，还标记了我，刚好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就是你的。叶洛星正想反驳，他看见峰哥微扬起头，自信地展示他脖间的信息采集器。不会吧，这个在兽氏不会是什么暧昧的意思吧？你占有了我，还想不负责任？我不会让你跑掉的。你干嘛？你放心啊，我会等你伤好以后再给你解铝的。好了，先上药吧。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这是我们部落巫医开的药，有用的，你只管用便是。洛星，有点痛，你要是忍不住就咬我。有那么一瞬，他对这个原始兽人的印象有所改观。或许他没有他想的那么野蛮。在你们这里，兽人脖子上的东西代表什么？啊？雌性与雄性脖间的构造不同，所以雄性的喉结有成雄兽的第二个雄性特征，是不能随便展示给雌性看的。而且雌兽人也不能随便摸雄性的这里。你将它赐予我，证明我就是你的了。原来是这样啊！可我先前确实不知道这个意思，所以只要我娶了她，就可以不作数了吧？不行，你不懂，我可以解释给你听。但是我身上已经有了你的气味，你不要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伴侣了。不至于这么夸张吧？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武力值也这么高，还是部落的第一勇士，就算我们不结侣，还会有很多雌性喜欢你的。既然我那么好，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喜欢这件事，不是你优秀我就要喜欢你的，它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就像……我不，
我就是你的。你如果不要我，我就从山里跳下去。可是你是飞兽，会飞哎，跳下去啊也死不了吧？哼！他一把拿起那些草药，朝洞外走去。我就把草药碾碎，顺便给你弄些吃的。月上，信息采集环怎么取不下来了？时光机故障时，空间里许多东西都被损坏。信息采集器目前仅剩7个，且几何开关出现故障，不能正常使用。什么？仅剩7个？我们当时可是带了1万个。您的空间里还停着一艘能收集乘客信息的飞艇，或许能够派上用场。您可以……月上的声音戛然而止。叶洛星正在气头上呢，就看见峰哥从洞口飞了回来。他把一兽皮的草药渣渣递给他道：“你吃吧，吃到毒就解了。”你怎么这么快？我只是在这些事上快，在某些事上可不快。你说啥？你怎么这么快？我只是在这些事上快，在某些事上可不快。你说啥？这回换峰哥因为他的一句话半晌接不上话了。他见他现在还凶他，更不高兴了，把草药放到他的手上，就坐到一边用爪子切肉了。叶洛星垂手看着手上的药渣，又看向峰哥脖颈间的信息采集环，最后视线落在他那张极漂亮的脸上，叹了口气，无奈地坐到了他的旁边。他啪地打了自己的手一下：“叫你手欠。”是我错了，对不起，你别打自己了。你要想打就打我吧，我不会勉强你的。哎呀，好啦，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就是我刚刚手痒，所以我就打解解痒。啊？那我给你挠挠。非礼勿视，非礼勿视，我真的不是色狼。好了，我吃药了。干嚼啊，你确定没毒吗？嘿，我确定，我以前中过紫黑花的毒，我就是吃的这味药还是我告诉的巫医呢。峰哥一脸自信。叶洛星见他都这么说了，一咬牙把药渣都倒入口中，干嚼吧。他把药印咽了下去。快喝口水。叶洛星正想接过，看着那装着一节空兽骨里的水，还是摆了摆手道：“算了，不用了。他们这里的水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怪东西或者是寄生虫，还是不要冒险，毕竟出了事儿打120都没用啊。”洛星，你吃完药就吃些东西吧，你看起来太瘦小了。叶洛星垂手看着干净兽皮里包着的生肉，那肉仿佛还在滴着血呢。他当即就抽出了嘴角，不敢置信地看向峰哥，再次惊疑地冒出几个字道：“帅哥，生吃熟肉啊？”对不起啊，洛星，是我太不细心了，我这就去借火种给你烤肉。不用了，我有吃的。他早已从空间里掏出一个肉罐头，伴着瓶矿泉水就吃喝了起来。这些东西先前是放在哪里的？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我是随身带着的。你平时就吃这点东西吗？难怪这么瘦小。不行，既然现在我是你的伴侣，我就必须让你吃到最新鲜的猎物。我吃这些就够了。再说了，我哪里瘦小了？洛星，你是什么族群？我兔族的，我生肖属兔，说是兔族也没问题吧？哦，怪不得你先前那么怕我。我们雪橇族虽然是捕食野兔，但是我们不会捕食兽人的。还别说你是雌性，我是不会伤害你的。你如果害怕，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吃兔子了。靠，差点忘了兔子在他们食谱上了，偏个什么物种不好。幸好他们不吃兽人，好险好险。他不止一次地捕捉到他们话语里面有关雌性的信息，而且这些透露出的信息都有些奇怪。你们部落有多少兽人？我们雪橇族部落一共有495个兽人，其中雌兽20，雄兽475，是附近领地中兽人数量中等的非兽部落。嘿，但是是最强的非兽部落。雌兽20个，峰哥骄傲点头。是的，正因为我们雪橇部落很强所以才有这么多雌兽，大多数的部落可没有这么多。我去，这还多？雌兽20个，大多数的部落可没有这么多。这还多？叶洛星震惊不已，他终于明白雌性在这里扮演的身份和地位了。你们这里还有火种？峰哥更骄傲地点头。有的，虽然我们远离兽城，但是北地的各大部落都有保留火种。他们会用火，看来也还行。兽城是在哪边？你不知道兽城吗？兽城可远了，这一路上很危险，一般没有重要的事，雌性们不会前往。峰哥，首领叫你过去。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刘星。月上，你知道印兽和岩兽是什么吗？
暂时没有相关信息。不过野兽是指不能变成兽人的普通动物，兽人是指能变成人形的动物，巨兽是指普通动物中的变异种，数量稀少，不会异能。月上回答了一堆算是有用的废话。您刚刚降落时，月上在高空扫描到大型的群居部落，里面有原始的房屋构造，大概率就是风哥口中的兽城。房屋？好，我知道了。飞艇的功能正常吗？飞艇功能一切正常，可以随时启用。这时忽然飞来几只雪鸮。你就是峰哥带回来的雌性？丑八怪，峰哥是捕猎被狼咬瞎了吧？看上你什么了？你是谁？我叫海娜，是雪鸮部落的5星雌兽。星雌性，你是什么星界的雌兽？怎么遇见峰哥的？杰西他们认为，星雌性既然乌黑浮肿，那星阶肯定很高。毕竟星阶会影响雌性的容貌，像海娜这般又美又强的雌兽人本来就稀少，他们也不能过多指望。要知道，海娜可是雪鸮部落最美的高星雌兽人。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们吧？哼，我看你瘦不拉几的，也不像什么高星雌兽。我警告你，离峰哥远一点。他是我先看上的，就是我的。这么霸道？如果我说不呢？他故意挑衅的语气与动作，让海娜心中的怒意再次升腾。那我就揍扁你！不得不说，叶罗星有些欣赏他整体的形象与气质。他的审美范围常包含小众，他觉得兽氏的雌性不论容貌，还是挺酷的。他一把抓住海娜的手，在海娜愣神时，盯着她的双眼，表露真诚道：“姐姐，你的眼睛真有神，像是阳光下的宝石，晶莹剔透的，又像是充满神奇的魔力，令人神往。我喜欢你。”你少来这套，我一定会把峰哥抢回来的。好的，姐姐，我等你。海娜冷冷地转身，化作一只雪鸮朝天空中飞去了。与此同时，雪鸮部落首领的洞穴内，年迈的首领灵东坐在石床边，他左右还伫立着10个雄兽，而在他前方约莫100多平的洞穴内，则站着部落4阶以上的雄兽们。首领，他不是雪鸮部落的雌兽，他是我捡到的，我将是他唯一的伴侣。关于这一点，我是不会退让的。可你做不了雌性的主。峰哥，你是我们雪鸮部落最强的勇者，但是到现在都没有遇到喜欢的伴侣。按理说，这次你好不容易遇到喜欢的雌性，我该祝福你。但你不能够这么自私，你应该明白雌性一生不可能只有一个雄性伴侣。即使你是7阶兽也不行，就连兽城的王兽和贵族都不可能独占一个雌性。雌性的伴侣是由他自己决定的。首领说的对，峰哥，你本来该主动向大家介绍新雌性，但你却将他带回自己的洞穴，你太过分了。是啊，峰哥，雌性既然来了我们雪鸮部落，就是我们部落一员了，所有雄兽人都有追求他的资格。峰哥，我们部落好不容易多了一个新雌性，这是兽神的眷顾，我们都想见见他。又一个漂亮的雄兽道：“将新雌性带来这里吧，应该让首领安排他的住处。”他受伤了，我看谁敢动他。想做他的雄兽，先打过我再说。峰哥的眸如寒川，四周的雄兽人们都害怕地后退了一步，因为他们都知道7阶兽的实力有多强。峰哥想揍扁他们只是时间问题。雄兽们不满道：“峰哥，你……行了，雌性受了伤，确实不适合移动，等巫医回来再说。而且他和峰哥住在一起没有任何问题。部落里来了新雌性是大事，等雌性休息一天，明天晚些时候，我会叫来大祭司和族人们共同迎接雌性的到来。到时候，峰哥你将他带来。”林东的话是命令，而不是商量。你们不怕死就来。他说完，转身就离开了。洛星，你的伤口还在痛吗？还好。我们这里有点冷，你受伤了不能受寒，我搂着你睡一会儿吧。啊，现在还早哎，
现在已经黄昏了，虽然你们兔族的捕猎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但也不早了吧？黄昏？叶洛星诧异反问。他看着高空中悬挂的太阳，他确认自己没有看错。峰哥也看出了不对劲，他来到他身后，忽然惊讶地问道：洛星，你是中心大陆的族群，那边那么远，你是怎么到这里的？他脱口咬出3个字：是极昼。看来月上说的没错，这里和他们的星球很像，确实可以将这里的兽人当作收集任务的目标。你们雪鸮是夜行动物吧？我们北地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有极夜与极昼。而且因为我们是兽人，所以我们的活动时间会尽量与其他族群同步，这样可以更好的捕猎与抵抗外敌。你们是独行的族群？非兽人的雪鸮一般都是独居或者家庭为主，他们通常在檀园岩石大窝，但所有兽人无论族群基本都是群居，且会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居住。我可以采集兽食野兽的资料作为任务目标吗？不建议。1. 您的采集器不够了，而飞艇只能采集人的信息。2. 兽食的野兽面对的危险太多，而采集时间太长，您的努力可能白费。3. 兽人的资料更适合作为飞艇的原料。24小时制时间已经校准完毕，现在报时19点27分。峰哥，海娜是你们部落里很强的雌兽人吗？峰哥第一次听到他叫他的名字，不由怔住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还红了脸。你见过海娜了？嗯。他没有对你做什么吧？海娜是5星的雌兽，除了首领与首领的姿彩之外，他是我们部落最强的雌兽人，而且是雪鸮部落最美的雌兽人，周边许多部落的高阶雄兽都喜欢他。最强最美的雌兽人，而且还有很多高阶雄兽追求。星阶是什么？类似于雄兽的等阶吗？叶洛星本想迂回试探，但最后还是决定直接问。反正因为先前的无知模样，峰哥心中已经对他有了基本的定义，而且他看起来对他无恶意，他实在是没有耐心弯弯绕绕的浪费时间，感觉他好像在看傻子。怎么了？叶洛星结巴开口。洛星。峰哥的目光与语气都很复杂，最后他忽然一把将他给抱住，贴着他的耳畔轻语道：你放心，我认定你了，就算你没有星阶，我也不会抛弃你的。什么意思？叶洛星忽然意识到星阶对雌性似乎很重要。莱特刚进洞穴就看见了这样一幕。首领让我把你今天捕的猎物送来，他说你现在要照顾雌性，以后捕到的猎物可以不用分，还让我带了些雌性喜欢的果子送来。此时峰哥松开叶洛星。我知道了，你可以离开了。我说峰哥，这新雌性不是属于你一个雄兽的，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再说一遍。峰哥的声音已经沉得可怕。我不属于你们任何雄兽，我只是我。随你们吧。我没有星阶，也这般丑陋，你还是打算追求我吗？雄兽一旦认定了雌性，就会一辈子忠诚。初见时我认定了你，所以这以后无论你变成什么样，我都会永远追随你。面对峰哥真诚直白的话语，他此时此刻的喜欢不掺任何杂质。叶洛星面对如此纯洁的情感，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好。不早了，睡觉吧，我有些累了。好，我守着你。峰哥找了一块大石板堵住洞口，在漆黑的洞穴里，他爬上窝，轻轻地搂住了叶洛星的腰，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扬着唇，久久没睡着觉。现在报时，早上6点整。叶洛星缓慢地睁开迷蒙的眼，他看着上方凹陷不平的石壁，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禁锢着自己，一脚踹向左端，并同时往里移了移，喝道：谁？洛星，你醒了。巨大的鸟头正对着他。我去！叶洛星吓白了一张脸，感受到脚底温热的绒毛，密密麻麻的不适感涌遍他的全身。眼前的鸟实在是过于巨大了。峰哥快速变回人形，担忧地凑近他道：怎么了？没事。他此时上下扫视两人，发现自己穿戴整齐，但前方的峰哥依旧半裸。你这样抱着我睡了一晚上？是的，你昨晚冷得直发抖，我就抱着你睡了。放心吧，我说过，你伤好之前我不会动你的。说话就说话，别贴这么近。洛星，你的伤好像已经好多了。叶洛星抬起手看了看，发现身上的浮肿已经消了。他再摸了摸脸，
发现脸也不肿了，水泡也瘪了，除了乌黑还没有褪去，就连绷带下的伤口似乎都已经开始结痂了。洛香，你饿了吧？我给你烤了肉，你起来吃点吧。烤肉？你什么时候起来的？叶洛星转向他，疑惑问道。凌晨的时候，我专门去向老兽人请教了怎么烤肉，快尝尝味道怎么样？不喜欢我就重新给你烤。见他这么早起来，就为了给他烤肉，叶洛星眼底划过微光。全属野鸭肉，无毒无寄生虫，安全可食用。叶洛星将肉串拿到嘴边咬了一下。怎么样，好吃吗？味道很好，比我烤的好吃多了。真的吗？那我以后天天给你烤。不过你不是兔子吧？完了，差点忘了，我告诉他我是兔子。兔子好像只吃素吧？我知道了，你的第二兽型是食肉兽吧？你副兽是哪个族群的？峰哥已经给他找好了理由，期待着他的回答。第二兽型。见叶洛星又露出那种迷茫的表情，峰哥都震惊了。他再一次猜测他先前生活在哪里，以至于他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对啊，兽人都有2种形态，第一兽型就是变成兽之后的形态，是继承母兽的，而第二兽型是变回兽人后，可能拥有兽人部分能力，继承父兽的。比如你和我结旅后生下的崽子，崽子的兽型就是兔子，而崽子变成兽人后，可能会拥有我锋利的爪子，或者可远视的金瞳。而叶洛星听到这神奇的基因变化，眼中充满了兴趣。兽氏不仅没有生殖隔离，竟然还可以开盲盒。所以食肉兽和食草兽结合以后，崽子既可以吃肉也可以吃素。是的，洛香，所以你的第二兽型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试试看能不能换出爪子什么的。我不能，谢谢。叶洛星大概明白了这里面的传承关系，相当于如果生的是雌崽，那么他后代的兽型都是兔子；如果生的是雄崽，那么他后代的兽人形态都会是父兽的基因。那跟我生崽子真是委屈了。为什么这么说？兽人跟野兽不一样，兽人有等级，只要等级高，就算是素食兽也会很强。再说一窝兔崽子多可爱啊！见他那么真诚地说出兔崽子3个字，叶洛星都不好意思说他在骂人。不过他说的可惜可不是这个，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兽型啊。真跟兽人结旅的话，真是浪费他们基因。这是诚心果，你兽型是兔子，肯定喜欢吃，快尝尝。叶洛星看着面前这颗橙色桃形的果子，礼貌接过咬了一口，果汁流淌在嘴里，有桃子味儿，还有苹果味儿，另外清香四溢，确实很甜很脆，很好吃，谢谢。你不用跟我说谢谢，我照顾你是应该的。这是族人去很远的地方摘的，来去要大半天的时间。你现在受伤了，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洞穴，等你伤好了以后，我就亲自去给你采摘。这家伙还挺会撩的，不过是用他的真心。陆香，我还给你摘了一些其他果子，你尝尝喜不喜欢？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嗨，没事儿，一点小伤，一会儿就好了。叶洛星让他在石床边坐下，拿出酒精和药帮他处理伤口。废话，如果是小伤，你一路飞回来早就好了。就是遇到了一群讨厌的野兽，不过我已经将他们解决了，不是什么大事儿。洛香，你不用管我，你先吃东西。上完药再说。峰哥见他紧蹙的眉，就知道他是真的在关心他。洛香，等你伤好了，我们就结旅好不好？你碰到我伤口了？是又出血了吗？真是对不起，我看看。你不要老是说对不起，我不喜欢，只要学会尊重我的想法就好。感受到他与他的距离忽近忽远的，近时峰哥仿佛一伸手就能拥吻他，远时似乎一丁点的冒犯都能让他永远的消失在他面前。好，你不喜欢我就改，我会学会尊重你的想法。峰哥，等我伤好以后，我就会离开雪橇部落，你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叶洛星留在雪橇部落无非就3个原因：一、养伤；二、初步熟悉兽事；三、等待峰哥脖间的信息采集器自动脱落。我跟你一起走，雄兽本就是跟随雌兽的。洛香，我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部落里的族人们想见见你，就在今天下午。行，下午我会去的。你身上的兽皮脏了坏了，我给你重新做一套，你别动，我比比。他拿着白色兽皮在他身上比来比去，随后用针骨和动物经线开始为他缝制套装。他怎么什么都会啊？峰哥坐在一旁穿针引线，叶洛星呆呆地看着他忙碌。洛香，我看你穿得很严实，估计你怕冷，
所以都做了很长。你学过吗？没有，我知道我缝的不好。我今天早上还没来得及向老师请教怎么缝制漂亮的羽毛裙，我明天一定学得会的。洛星，你如果不喜欢就扔了吧。我挺喜欢的。洛星，你真好。那你出去吧，我要换衣服。你换吧，我守着你。叶洛星挑眉，峰哥这才反应过来他话中更深层的意思，转身朝洞穴外走去。我们吃点东西就去见你的族人。其实首领和族人们已经聚集在两边高地了，等你垫垫肚子我们就过去啊。他们已经聚集了？那我们现在就去？不急的，他们等会儿也没事儿，你先吃东西。边走边吃，他们应该也有准备食物吧。其实他还挺期待见到更多的兽人的，毕竟他对动物有种痴迷。峰哥见此也没有再阻拦他，放好了果子后，变成一只巨大的雪鸮停在了洞穴外。待叶洛星稳稳地坐在他的背上，他才长啸一声，冲上了高空。新雌性出来了，搞得神神秘秘的，一会儿还不是要把雌性送下来？虽然海娜说她什么都不行，但毕竟是峰哥看上的雌性，她肯定长得还是不错的吧？一个来历不明的野雌性，不知道他们激动什么。他是怎么独自出现在森林里的，还不知道呢。天空中，峰哥见下面消停了，才一个俯冲，朝左边平台的高处降落下去。峰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新雌性吧。首领，他是兔族的，你们吓到他了。风过之前将兔肉处理干净。老非可耻啊！早知道就不说我是兔子了。快让我们见见新雌性吧，我们都期待好久了。就是，就算新雌性又漂亮，情节又高，你也不能一直藏着呀。新雌性迟早会选择其他雄兽伴侣的，你占第一个位置不就行了吗？对呀，据说兔族雌性很是可爱，让我们见见吧。而就在这个时候，叶洛星主动地从峰哥背后走出来。你们好，我叫叶洛星，很高兴认识你们。就在叶洛星露面的瞬间，四周的嘈杂声慢慢地消失了。看着前方那个身材矮小、皮肤乌黑、脸上全是烂创，甚至头发都如此短的雌兽人，不由得眼中都浮上诧异与复杂的情绪。部分兽人眼中的嫌弃难以掩饰，还有部分兽人不受控制地蹙了眉。但所有兽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在刹那间冒出：这个雌性好丑啊！你好呀，新雌性，我是雪鸮部落的首领岭东，欢迎你来到我们的部落。今日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宴会。首领你好，麻烦你们了。这是我们部落的大祭司加摩，这是我们部落的巫医布尼德，都是部落里尊贵的兽人，你先认识一下。你们好。陆星，你的伤还没好，不能冻着，我带你去火堆那边坐着吧。好。峰哥的眼睛真瞎了，他拒绝海娜的选择，竟然选择了这样一个雌性。他本来脑子就有病，他把这个丑雌性看得跟珍宝似的。现在海娜总算该死心了，我可是期待着做海娜今年的第一个伴侣。还不知道这个新雌性是什么星界，你们未免笑得太早了。峰哥可不是蠢笨没用的雄兽。我见过那么多雌性，还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你脸上的这些烂疮不是星阶造成的吧？还有你的皮肤也更偏向乌黑色，你这些明显是因为你不爱干净才会这样，怪不得会被丢弃在森林里。西弟，你这样说可就高看他了，能被丢弃的雌性还不知道他有什么不敢说的毛病呢，指定啊我们听都没听过。你们确实见识短，毕竟连中毒和不爱干净都分不清。你们是雪鸮部落的成员，而新雌性是刚到的贵客，你们说话客气一点。不管怎么样，怎么会有部落会丢弃雌性？新雌性一定是遇到了难处。你们不会讲话可以不讲。见首领斥责了他们，西蒂和艾米斯看着叶洛星冷哼了一声，都不再说话了。我替他们向你道歉。小事，我原谅他们了。这个首领看起来还不错。欢迎新雌性来到雪鸮部落。我是不是要发表一段感言？您刚刚还嫌弃他们不礼貌。谢谢，不用客气。这新雌性虽然长得不好看，但还挺温柔的。你说的对。等等，不对，嘘。叶洛星额头上仿佛有黑线冒出，还挺尴尬的。首领，让巫医给洛星看看伤吧。我也正这么想。布尼德，交给你了。布尼德点点头，在所有兽人的期待下走上了前，帮助叶洛星查看伤口。文哥，你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新雌性伤得这么严重，你竟然拖了这么久，你知不知道？但凡一个不小心，他就可能失去性命。布尼德，你快救救他！需要什么草药我去采，多远我都采回来，他不能有事儿。新雌性，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你身上的毒我能帮你解了，你皮肤的颜色可能会变回来，但是你身上的伤口和脸上的烂疮是肯定要留疤的。如果不是你先前服了草药，现在还会更严重。没关系，你帮我把毒解了就行。身上的伤你不用太担心。29世纪最先进的就是医学，要不是身在兽世，他身上的毒都不用他们帮忙。至于这些伤疤，等伤好了，他自然有办法处理。大家见他都这样了，竟还能平静地说出这些话，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部分兽人觉得他怪异，也有部分兽觉得他温柔。布尼德再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就去帮叶洛星配药了。叶洛星，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部落的雌兽人吧。雄兽你不需要全部认识，但雌兽可以熟悉一下。好。他叫艾米斯，是我们部落的4星雌兽。他叫西蒂，是我们部落的6星雌兽。除了我之外，他是我们部落星阶最高的雌兽，也是我唯一的雌崽子。原来他就是比海娜星阶还高的那个雌兽，看来他极有可能是雪橇部落的下一个首领，怪不得他气势还挺强的。你好，我叫伊安，是部落里的5星雌兽。你好。哎，洛西，你是怎么拿下峰哥的呀？你把他睡了没？你要搞快点，小心别被海娜抢了去。哎呀，一会儿回去你就把他给扑了。我可从没见过峰哥这么护着一个雌性，他是我们北地最强的凶兽，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绝对能够满足你的所有需求。结旅后呀，你肯定会喜欢他的。而且呀，海娜可是很强势很厉害的，如果他诚心要跟你抢，时间拖久了，你肯定抢不过他。峰哥在旁边骄傲地挺直了背，这些是可以直接说的吗？我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洛西，你竟然还没有结过旅，你没有伴侣的吗？很意外吗？丑陋的兽人自然没人要，你大叫什么？我终于知道峰哥为什么喜欢你了。他看了一眼叶洛星旁侧的峰哥，压低声音道：这么看来，峰哥能成为你的第一个伴侣，也算是占便宜了。他们是你的伴侣？是的呀，我现在总共收了12个伴侣，他们6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6个出去捕猎去了。多少？我知道我的伴侣数量不够多，他们总体的等阶也不如海娜的伴侣等阶高，可我刚成年不过6年，后面我会努力多收优秀的雄性伴侣的。月少，我刚刚是不是耳朵聋了？也对，您的听觉能力正常，发福利喽！滚！当他的视线再次划过那些雌兽身后的雄兽人们，他的表情再也不像之前那般淡定了。他试探地开口询问道：那些都是他的伴侣吗？是的呀，西蒂年龄比我大，他现在有15个伴侣，今天在这里的只有8个。而艾米斯现在有22个伴侣，他是我们部落伴侣最多的雌兽。除了西蒂和海娜，他也是最漂亮的。他喜欢收各种各样的伴侣，他的伴侣里还有白熊族、白狐族、白狼族的雄兽人，他收的种族可齐全了。他是我们部落伴侣最多的雌兽，他喜欢收各种各样的伴侣，他的伴侣里还有白熊族、白狐族、白狼族的雄兽人，他收的种族可齐全了。我去，他搁这收集盲盒呢，全图鉴是吧？叶洛星是想过兽氏是可能一妻多夫的，但是他从未想过这种现象会这么夸张。他们收的伴侣数量再持续增加下去，开个后宫也没问题啊，这得累死吧？不会呀，虽然雄兽很多，但雌兽又不用跟每个伴侣都生崽子，雌兽愿意跟哪个伴侣生就跟哪个伴侣生，累了就不生啊，怎么会累呢？伊安见他表情怪怪的，又紧贴着他开口道：哎呀，我们这都不算什么，那些小部落只有1-2个雌兽，每个雌兽收50个伴侣都很正常。就连我们隔壁白熊部落最优秀的雌兽，目前也已经收了30个伴侣了。叶洛星目瞪口呆，表情开裂。30天，全年无休。伊安听出了他话语中的颤抖，像是猛然明白了他话语中的意思。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呀。洛西，你身体这么瘦小，看着确实刚成年不久的样子，肯定不能这么折腾的。但在这方面呢，雄兽们精力是挺旺盛的。还好，你现在就峰哥一个。行了，别说了。而峰哥则被叶洛星微红的耳尖吸引，
他没想到他喜欢的小雌性这么害羞，心中不由得微微荡漾。这么听起来，洛星这么怕累，目前应该就不会再收其他伴侣了吧？洛星，你饿了吧？快吃点东西。峰哥把已经烤好的肉串递给他，谢谢。你们上前跟洛星打个招呼吧。新雌性好。你们好。洛星，我跟你介绍一下我们部落的雄兽吧。而旁侧峰哥的表情猛地就沉了下来。我们雪鸮部落共475个雄兽人，其中7阶雄兽1个，6阶雄兽3个，5阶雄兽28个，4阶雄兽135个，3阶雄兽152个，剩下的156个都是1阶到2阶的雄兽。要知道，在普通部落中，只要有几个5阶雄兽，就已经算是很强大的了。这样看起来，雪鸮部落在北地的实力确实非常强。我们部落里有个6阶兽是外来的，他是海娜的伴侣，而其余2个中有1个出去捕猎了。今天在这里的是6阶中最强的那个，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很快，他便锁定了左边不远处的一群雄兽人。图亚斯、特莱、摩森，你们都过来。听到易安的点名，除了他口中的目标们，其余兽人们也多多少少的往这边聚集了视线。易安雌性。图亚斯带着几个5阶俊美的雄兽人向他见礼。洛星，前面这个就是6阶的雄兽图亚斯，后面的特莱和摩森你都见过了，他们是我们部落里单上的5阶雄兽，还有后面那几个分别是……伊安一一给叶洛星介绍，叶洛星依次朝他们点头，他们也向他礼貌见礼。他父亲是白熊族的，所以身形高大，古铜色的肌肤上全是结实凸起的肌肉，金色的婴瞳透着凶狠，站在坐着的叶洛星面前，像一个矗立的巨人。叶洛星点点头，尴尬地移开视线，因为他坐下的角度，无论是高大威猛的图亚斯，或者是高壮冷酷的特莱，总之他们仅穿着短窄的羽毛裙，他一抬头就能看到他们的真尴尬。入乡随俗，习惯就好。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新雌性，你怎么会独自出现在森林里？我不是北地的，被岩兽抓了，逃出来就在吉川森林了。听到他的回答后，四周的兽人们都表露出同情。没想到新雌性竟是被那些残忍的岩兽抓到这里的，真是可怜，想来受了不少苦吧。而旁侧的峰哥更是心疼的想要抱住他。那看来你很难回去了。不过岩兽竟然没有强行跟你结旅，你还能成功从残忍的岩兽手里逃出来，还真是意外。你很幸运，新雌性。图亚斯话里有话，显然并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他嘴角的笑都透着怀疑。图亚斯，你最好别说不该说的话。他知道他是在试探洛星，但他不允许他怀疑洛星。他冷冷地盯着他，眼中满是警告。新雌性，你是几星雌兽？图亚斯，我说行了，部落聚会禁止冲突，你们想被首领惩罚吗？特莱，你过来。西地雌性，你有什么吩咐吗？你没事做吗？管什么闲事儿？我记得你之前向我求旅，我还没答应你。我不喜欢事儿多的雄兽，你不知道吗？对不起，西地，我以后不会了。好了，坐我旁边吧。西地打一棒给个甜枣，看着特莱那控制不住溢出眼眶的惊喜，这一幕也再次看呆了叶洛星。他恨不得给西地竖起大拇指。他本以为原始社会的感情都是很粗暴直接的，没想到在粗暴直接之外，西地的手段这么厉害。他可真牛！我知道你在护着我，但我刚来第一天，别因为我跟族人起冲突，听话。好，我知道了。叶洛星堵回了峰哥欲出口的话，感觉到洛星紧紧抓着他的手，而且还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跟他说话，峰哥顿时就臣服了，乖乖的点了点头。西地见叶洛星这么容易就劝住了峰哥，而且看着峰哥变得一脸花痴的样子，西地眼神冷了冷，也不知道峰哥到底是看上那丑八怪什么了。洛星雌性，你觉得我身材怎么样？我警告过你，别靠近他。追求雌性是每个雄兽的权利，即使是峰哥你，也没资格阻止。哎，雄兽们为追求雌性打架是很正常的事啊，他们有必要在喜欢的雌性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洛星，你不该阻止的。他们不会有事吧？哎呀，你放心啦，不会的。洛星雌性身上还挺香的，而且还软。他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叶洛星和峰哥就同时沉了脸。他确实欠揍，2个美男兽在为你打架耶！得了吧。叶洛星无语，若说峰哥是为了他，他相信。而图亚斯那个家伙，以叶洛星的阅人经验来看，他分明就是想跟峰哥打一架。
故意借他挑衅峰哥的，他的目的性实在是太明显了。你说他们的战斗过程，我可以作为收集资料的一部分吗？也对，你简直毫无人性，你是真不担心峰哥出事啊？你眼中还是一如既往的只有任务。你是人还是我是人？叶洛星还是让月上把战斗画面记录了下来。刚开始，图亚斯还是能够反抗峰哥的压制的，甚至偶尔几个鹰瞳冷厉的爆发瞬间，他和峰哥勉强做到了4、6开，但不出2秒就被峰哥强制性的给扇飞了出去。这一幕刺激眼球，也真的让叶洛星更加了解了不同等阶的雄兽拥有的实力。峰哥、图亚斯，你们给我滚下来！再有下次，我撕碎你！你们2个知道今天是什么场合吗？峰哥与图亚斯3日的食物减半，并且这期间不许靠近雌性。叶洛星雌性，你晚点搬到我隔壁的洞穴吧。罗青，叶洛星与峰哥委屈的镜头对视，他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林东的建议对于他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毕竟他和峰哥不会有结果，不如早点远离，断得干脆些。首领，这种惩罚方式不妥吧？毕竟谁都不知道某些雌兽会不会为了接近高阶雄兽而故意送他们食物，而获取高阶雄兽的好感呢？是吧？无家可归的可怜小白兔。你口中的某些雌兽是指你自己吗？海娜哼笑一声，看向他旁侧的峰哥，自信又傲气道：峰哥，你眼睛瞎了1天也该好了吧？我再给你次机会，你当着所有族人的面告诉我你要向谁求侣，我可以今天晚上就收你当我第9个伴侣。海娜挑伴侣的眼光向来高，她的伴侣中就没有5阶以下的，也因此很多高阶兽打红了眼，就为了做她的伴侣，甚至不少雄兽以此作为终身的目标，一辈子不结侣都愿意。兽神啊，我没听错吧？海娜竟然说今晚就和峰哥结侣？他对峰哥也太好了吧，竟然能这么容忍他。哎，如果海娜愿意这样对我，我愿意立刻奉献我的生命啊！海娜，我们似乎还不知道新雌性的星阶。很显然他是故意的。峰哥等阶那么高，西帝自然也有意收峰哥当伴侣。不管峰哥喜欢谁，总之是不能便宜了海娜。是啊，首领，先让大祭司给新雌性测测星阶，再说其他的比较好。艾米斯也跟着拆海娜的台，那个丑雌性不足为惧，峰哥那么高的等级，绝不能被海娜收了去啊！他还想找机会把峰哥给摔了呢。你看看这一幕啊，峰哥像不像是一只纯洁的小白兔掉进虎狼窝了呀？我感觉这些雌兽要把它撕吧撕吧吃了。我看出来了，不过他们可不只是单纯的对食物的贪图，他们是想扒峰哥的羽毛群啊，而峰哥好像只想扒你的。你可闭嘴吧你！叶洛星雌性，你也看见了，有族人对我的处罚存有异议，而新兽人进部落，测试星阶是该有的流程，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没有例外。但如果你今天不方便，我们可以改天再测。其实林东对叶洛星的星阶很是好奇，因为没有兽人能够秀出他的实力。没事，今天测吧。其实他也想知道兽人口中的星阶到底是什么。不行，陆星，你的伤太严重了，这件事还是改天再说吧。没事，早晚要测的。峰哥，你什么意思？新雌性自己都同意了？就是，我们知道新雌性星阶肯定高，难道你还想藏着掖着？你独占新雌性2天也够了，首领和大祭司还在这儿呢。高阶雌兽本该获得更多高阶伴侣和雄兽的追求。峰哥，你别引起众怒啊！海娜见此场面，朝西帝冷笑一声：“哼，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可能！西帝喃喃，他看叶洛星像刚成年的样子，星阶不可能很高，最多就是跟他一样呗。可恶的海娜，可恶的新雌性！叶洛星雌性，这边请。叶洛星点了点头，松开峰哥的手，朝林东指引的方向走去。加莫大祭司，请问我们要怎么测试？
大祭司向他礼貌点了点头，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举着法杖围着他开始转圈，并且口中念着一些他听不懂的咒语。叶洛星怔住了。你看见了吗？他们有魔法。看见了，真的不可思议啊！叶洛星盯着那蓝光出神。这时大祭司一抬手，图亚斯扛着一头猎物走进圈子。当他把那体长5米、重约1000公斤往上的巨大北极熊往他面前一砸，落星雌性，大祭司，可以开始了。新雌性，你现在只需净化你眼前的食物，尽你的能力就行，不用勉强。我会为你测试星阶。净化。他垂手看着面前的这只北极熊，他确实发现它与先前那些处理好的食物有些不同。它毛下的皮肤泛着紫，眼眶乌黑，就像是受到什么污染一样，像是中毒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测试星阶必须用大型的野兽，因为这样才能知道你具体的实力。如果一头测不出，还需要不停地增加。虽然我觉得凭你的实力也不至于要增加猎物的地步。你大可不必担心变丑，毕竟你已经够丑了，再丑也不过是从反胃的程度到非常反胃的程度。再说，可是你自己说今天测试的，没有谁逼你，可别浪费大家时间。他有伤在身，今日测试可能会使他的伤势更严重，我看还是改天吧，别给他满是疮疤的脸上雪上加霜了。不行，就今天测，只要洛星的星阶高，外形不好又怎么样？不会是某些兽人怕洛星的星阶测出来比他高，所以才不敢继续的吧？哼！叶洛星看着气愤的西蒂，心中无奈道：“我可真是要谢谢你啊，易安。”哼，继续测吧，我倒要看看他星阶有多高。西蒂被他们激怒了，也不再拦了，反而像是一个斗士一样紧盯着叶洛星。他就不信了，就算他天赋异禀，有5星或6星的实力，可自己身星这么久了，他人在他之下。新雌性，开始吧。好。其实净化系的异能他是会的。叶洛星抬起手，手掌正对着下方的猎物，掌心中慢慢溢出一片白色的光芒。大祭司与周围的众兽们眼看着那白色光芒越来越耀眼，越来越强烈，他们不由得瞪大瞳，眼中露出惊讶的神色，就连海娜和西蒂等雌兽的脸色都不由得变了。天哪，我没看错吧？新雌性的星阶光芒竟然这么浓烈，这种强度，它的星阶起码在7阶以上吧？不，我看着可不止，起码得是8阶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强烈的星阶光芒。哎呀，这新雌性果然很强啊，怪不得峰哥要把它偷偷藏起来。我这先前真没礼貌，等会儿我一定要亲自向新雌性赔罪，请求他的原谅啊。他就是8星，我曾在兽城的高星雌兽身上看到过这种光芒。我向兽神发誓，我一定要追求这个8星雌兽，此生我都任凭他的差遣。哎呦，你别做梦了，8星雌兽怎么会看上你呀？但我愿意为他此生都不解履。峰哥真是狡诈，竟然想偷偷藏着8星雌性。但是这样也能理解吧？整个北地连7星雌性都极少。峰哥虽是7阶雄兽，但是要配8星雌性，可还是差了一些。8星，且从未结过履的雌兽，洛星，你真的是深藏不露啊！海娜和西莉的眼神也早已难用震惊来形容。他们是想过他的星阶肯定高，但从未想过他的星阶能高得这么离谱。洛星，你……峰哥想起叶洛星之前连星阶是什么都不知道，可他是怎么拥有8星的实力的？好啦，瘦瘦也对，别太勉强了。你忘了，你的异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呢。叶洛星当然知道，所以他只是试着调用了一下净化系的异能，但他发现兽氏灵力太强，他的身体还是难以适应。他开始试着用净化系净化面前这只大型的野兽，在所有兽人震惊期待的目光下，他感觉他的身体被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他的皮肤似乎都被绷紧了。新雌性，不用勉强。大祭司加摩看出他的不对劲，适时提醒。叶洛星尝试了几次，而面前的野兽还是一丁点变化都没有。他的紫色皮肤没有恢复正常，他的眼眶依旧是乌黑，
最终在月上的提醒下，叶洛星收回手，终止了这次进化。抱歉，我进化不了他。大祭司迦摩就一脑袋的省略号，围观的众兽人们一脑袋的问号。你是在开玩笑吗，新雌性？那么强烈的星阶光芒，你竟然进化不了一只白熊？洛星，你……海娜直接道破。你不想变丑可以直说，不用这么骗我们。我现在没有星阶，进化不了任何野兽，实在抱歉。可以让我测测吗？耶罗星见他示意的看了看那颗蓝色的水晶球，于是将光芒推进的右手放在了上面。所有兽人都紧盯着那颗水晶球，接着就在大祭司呆滞的眼瞳中，那颗蓝色水晶球的光芒越来越暗淡，越来越暗淡，最后那光芒直接消失了，惊呆了大祭司，也再次惊呆了众兽人。你竟然真的没有星阶？什么？新雌性没有星阶？这怎么可能？他们还未见过没有星阶的雌兽，那不是残疾兽吗？再怎么也该至少有1星吧。搞了半天，原来是光打雷不下雨啊！哼，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没有星阶的雌兽，那不是比残疾兽还不如？可别侮辱残疾兽，他长相丑陋又没有星阶，完全就是没用的废物。本来见他容貌丑陋，还以为他星阶很高呢。叶洛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表情无语又无奈，确实浪费半晌时间。屁用没有，别说脏话。也对，你被兽人们嫌弃了。无所谓，大不了就提前离开。可你进化系早就修满了，刚刚调用的不过是1%。你不是废话吗？好像确实，目前来说，你就是个废物。废物。洛星，别怕，我会保护你的。这是一声尖锐的鹰啸，打破了这诡异的氛围。我们被岩兽偷袭了，他们数量太多，凯蒙和索奇他们都受了重伤。巫医在哪儿？都是那些岩兽，快把他们背到巫医洞穴去。你还是先回峰哥的洞穴吧，其余的事情事后再说。好。洛星，我们现在可以结旅吗？哈？我只是想着，如果我们现在结旅，你就可以更安全的待在部落了。峰哥的言语真诚，他看出了族兽们对叶洛星的不友善，再加上现在延寿的事情，他怕中间出现什么意外。如果他是洛星的伴侣，就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了。可我现在伤还没好啊。对不起，洛星，我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些的。我不是说了吗？别总说对不起。是因为我又做错了事。海娜她……我跟她没有关系。我没误会什么，我只是想起一件事。你之前不是说你身上沾染了我的味道，就没有雌性要你了吗？可根据我今日看到的，很明显，雪橇部落里的雌性都很喜欢你，而且海娜还愿意立刻收你当伴侣。我想，不只是雪橇部落，凭你的等级与容貌，周围部落的优秀雌性都是愿意收你的吧？你可以很容易就找到一个伴侣。叶洛星观察到他脸上的愣怔与他神色的不自然。你骗我呀，峰哥啊！洛星，我不许说对不起啊！你这只鸟倒是挺狡诈的。洛星，我只是想要成为你的伴侣，我喜欢你，我想跟你一辈子在一起。我是怕你不要我才说那些话的。你不要生气好不好？从遇见你开始，这里只为你跳动，你可以随时占有我的一切，包括现在就取走我的性命。在异性之间，叶洛星许久没有见过这样真挚的双眼了。面对这样的人，面对这样的画面，叶洛星承认他有刹那的心动，但正因为如此，他该让黑暗远离这份真挚的情感。峰哥，我跟你讲的够清楚了，我不喜欢你，我不会收你当伴侣的。你可以重新追求一个喜欢的雌性，今天晚上我就会搬离这里，你听明白了吗？叶洛星的话语残忍，他向来都是这样，做好决定后就不会藕断丝连。你是因为我骗你才不要我的吗？还是因为他们享受我才不要我的？是不是我不够好？洛星，我会改的，我都会改的。你相信我，我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海娜是几次享受我，但我都走开了，我们没有任何过多的接触。洛星，我将全部的自己交给你好不好？洛星，
我将全部的自己交给你，好不好？峰哥，起来，不然别怪我不客气了。洛星，你喜欢什么样的凶手，我可以变成你喜欢的样子。我要好好的跟老兽学习怎么照顾雌性，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就一点点。我过去的时间都用来升阶了，在北地，我可以保证你不受到任何伤害，而且，我的身材很好，你真的不想试一试吗？我可不只是等阶最强。我去，峰哥你在干嘛？你在勾引我吗？这个漂亮的熊兽人真是……系统都惊呆了，滋滋了2声，跃上惊叹道：“猫爷，非礼勿视，非礼勿视！”说完这句话，刚离开休眠不久的系统又自动的进入了休眠中。这次是真的休眠了，毕竟他也不想看到什么不该看的东西。他作为系统，要尊重主人的隐私。你给我起来！叶罗星已经是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除了他已经生气了之外，还有就是这个男人真的很会拿捏一个成年女性啊。他不能被他勾引，不能被他撩拨风。忍住啊，叶罗星！罗星，峰哥微微低头，一口热气轻轻地吞吐在他的颈窝处。叶罗星只觉得全身一麻。峰哥扬唇笑了笑，牵起他的手放在他的胸肌上，然后一路往下，经过他紧实的腹肌、人鱼线，然后……我的身材怎么样？喂你！我真不客气了。叶罗星顺手从空间中掏出匕首，抵在他的脖颈。想杀了我吗？我说过，我的生命是你的，你想要杀我，我不会反抗。叶罗星见他真不要命了，抱歉，我并没有这种想法。罗星，他再次俯身，将脑袋埋进他的颈窝。可以不搬走吗？我不喜欢你啊。没关系，别搬走好不好？你重新追求一个喜欢的雌性吧。可我只喜欢你，所以让我重新追求你吧，洛星。不是你说的吗？让我重新追求一个喜欢的雌性，因此我给你答案了。